我們看到這場美伊戰爭這個美國跟以色列的打戰像是看表演一樣嗎？而且另外一方面，在金融市場賺錢賺飽飽的，像投資股市但是有許多在中東的平民無辜的死亡，而且以色列總理的家人還先逃到美國去嗎？這是國安還是一場戰爭秀？今天我們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這一場戰爭現在打到現在，看起來像是一場權力、像是利益的一場戰爭秀。為什麼這麼說？來看到來自於最新是英國旁觀者的副主編，他做了一個最新爆料，他說呢，這邊有人跟他爆料的是，川普的日常不是只是在開會而已，而是定期的，他都會進入到白宮的戰情室裡面去做什麼呢？坐在那邊觀看各種這一種轟炸的精華剪輯影片。這當中這些影片的長度大約是落在2到3分鐘左右，內容是衛星或者是軍機的畫面，呈現伊朗被炸成各種灰燼的畫面根據了解，川普因此感到非常的有快感，而且呢，還指出呢，川普他偏好用影像來接收這些資訊，在播放影片的前後，還會大聲的討論，並且點評各種的戰果。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來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不人道來自於最敏感的紅線，戰爭還沒開打前已經先進場了。來自於華盛頓郵報也最新在這邊爆料，川普的團隊在伊朗戰爭相關社群媒體發文裡面，常常將戰爭的畫面跟卡通、電玩片段做成社群貼文，讓退役軍人和殉職的官兵家屬感到非常的惡心。好，這個是有關於社群貼文，但剛剛我們也提到了這個金錢的部分，金融市場的部分也讓人感到非常的惡心，也就是美國的国防部長了，赫格塞斯，他的證券經紀人被最新《金融時報》爆料，在開戰前幾周聯繫了貝萊德公司，大手筆買進了國防的 ETF， 金額高達了數百萬美元。而這些軍火巨頭持股還包括了雷神跟洛克希德馬丁等等，也就是他們在賺的是戰爭財。針對於各種的戰爭，我們來看到是天主教教宗平常不太評論有關於時事的，這一回是看不下去了。他怒斥天主不會聆聽雙手沾滿鮮血的祈禱，強調他反對以宗教之名鼓吹任何的暴力、任何的戰爭行為。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先特別來評論一下川普在戰情室看的這個轟炸精華的影片，還有國防部長提前布局國防 ETF 這2件事情，一邊打仗一邊賺錢嗎？謝大使怎麼看？這2個道德上都有問題，可是一個是違法的哈。你這個國防部長這個因為掌握軍事情報，居然在投資股票，然後買這國防相關的股票，那這個很恐怖啊。那你想要這個打仗的時候股票一定跌嘛，對不對？那你想要現在股價太高，你說這些股票我讓它跌一跌，那就搞場戰爭嘛，對不對？那你讓戰爭打起來，股票都跌到谷底了，你再放一些利多，哎呀，我下個禮拜要和談了，哎，那股票就上來啦。那你是絕對可以操縱股價的，而且你根本不是未卜先知，而是你想要股市跌，你就可以讓它跌；你要股市漲，你就可以讓它漲。這些人他的財產應該要信託、交付信託的，怎麼可以還在那邊操縱股票？這個美國實在是，我覺得這個體制太有問題了。那川普這個人不是說他這個每天說俄烏戰爭實在不能再打下去，每天死那麼多人好像他是人道主義者、悲天憫人看不下去任何年輕性命的上升，所以他現在他就是雙手沾滿鮮血啊，因為他是發動戰爭者，對，你下的命令，那個炸彈下去不長眼睛，很多人就血肉橫飛啦，是，對，你不能賴啊，你那個打死人家160多個女學生也是跟你有關吶，那你平常裝什麼裝啊？哇，伊朗那邊那個俄烏戰爭死個幾個年輕人，你就怎麼樣？哇，那個面有氣容，好像你不能接受。那現在你自己為什麼去殺人？你還好意思說你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你現在你打了委內瑞拉，你又打了這個伊朗，而且是拿着最現代化的武器去炸這些武力不如他的國家了。說實話，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美國這些
國內這些媒體也都在把這些事情都暴露出來。我相信啊，川普不可能永遠擁有權力，黑格塞斯也不可能永遠做國防部長。他們下來，可是啊，翻走卦必留下痕跡。即使他們自己內心不會有道德的自我譴責，可是美國的社會哈，我覺得還會有人是哈要跟他們算這筆賬的，遲早的事啊。同樣的問題，幹哥又怎麼看呢？好，赫克塞斯這個是絕對的醜聞，為什麼？他自己本身到現在沒有講一句話哦。他的證券經紀人啊，他的證券經紀人竟然去聯絡誰？去聯絡在摩根斯坦利啊的那個客戶，然後幹嘛？他說，我們要買你的 ETF 啊，就是什麼？就是國防工業主動型基金就對了。它的原名叫做 EDEF 啊，那這個東西，他說私底下講，我們部長赫克塞斯要投資數百萬美元，這個東西要如果是真的的話，不是只有赫克塞斯要下台而已，是你整個川普政府都蒙受極大的陰影。這個我要調查的，因為你本身是戰爭計劃的執行者，你怎麼可以私底下去買那些股票？那些股票，我跟你講。的最主要的這個持股者是誰？洛克希德馬丁啊，還有什麼諾斯羅普、格魯曼，這都是美國最大的軍火製造商。你怎麼可以讓這些人？因為他們馬上就會知道訊息啊，對不對？那就會造成 ETF 的波動，你就可以進而操縱那個基金的價值，那更會這個影響到股市嘛。所以梁14世他今天教宗他會講這種話，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川普他有一個，你知道那4年來的俄烏戰爭，他常常在戰情室裡面就看他自己的真實社群的小編都會幫什麼，把那個就是說平民或是這個戰士的死亡畫成什麼，畫成用 AI 動畫製成的那種短片，讓川普高興。我今天想請問你一下，對，我們都知道福斯新聞是你川普自己本身的但是問題是這個是嚴肅的事情，而且這是國家在支持的一個政策，你怎麼可以把它變成了一種你等於是消遣的一種工具呢？會讓人家覺得說，原來你這個當總統是這麼不正經的，你可以讓你的小編在你的真實社群上面去 po 這些東西，難怪會讓很多陣亡將士的家屬會覺得你是身為國家元首，你沒有嚴肅看待我們子弟的性命，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你當然造成很大的反作用力。所以我真的覺得說，如果這件事情就是赫克塞斯他今天真的是委托他的經紀人去買像這樣子 ETF 的那個基金的話，我告訴你，如果真的爆出來，將來會跟水門案一樣的那麼的影響的巨大，那絕对是美國政府最大的醜聞。是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可以看到美方的動作不僅是這個違反了人道還包括了可能觸碰到了法律有觸法的這個危機那另外一方面呢，要不要停這場戰事，也是要看以色列要不要停。那納坦雅胡他絕對沒有要停的意思，最新他這個已經下令了，要擴大對黎巴嫩南部的軍事行動，並且首度表態會控制相當於黎巴嫩1/10的領土，代價就是我們來看到目前的死傷人數，最新做了一個統計，1個月內黎巴嫩死亡人數1238人，3500多人受傷，再來就是美以空襲伊朗平民都是平民，造成了1500人死亡。但是另外一頭，俄羅斯媒體的爆料說，納坦雅胡的夫人已經去美國避難了，引發以色列言論炸鍋。尚志哥怎麼看？這個納坦雅胡的夫人當然啦，我們這個人之常情嘛。現在如果不是像過去那種特拉維夫以及包括以色列很多城市都安全的話，那鐵穹都可以打下來的話，可能不会走了啦。可最近我們看到之後，所有的以色列城市都被炸得死去活来，該走還是要走。不過我還是有一個，我想大家是不是有印象？以前在中東戰爭的時候，我們都不是看到很多新聞說，在美國的猶太或以色列的選美皇後，還有念什麼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都
放下學業回去當兵，對吧？以前都有這個印象，但這次為什麼都沒有回去呢？表示這一次其實這場戰爭跟伊朗戰爭裡頭看起來跟過去有點不太一樣。當然我們要講說，其實以色列自己本身也被殺了很多，但是呢，他們還是做很多的媒體控制。我們談到說，國際媒體現在特別像是在特拉維夫，只要有任何的轟炸，除非你就是這個炸彈在天空中，導彈我們看到他們就手機拍攝，落到地面的狀況來講，如果你靠近的時候，其實以色列都是會整個限制，而且不讓你的畫面流出去的。所以這裡頭其實也是以色列在控制，好，控制自己的死傷不被知道，但是確實殺人如麻。我們知道，其實，在先前有關於在加薩走廊方面，今年年初的時候，包括以色列軍方自己都承認，已經殺了7萬多人。7萬多，在今年1月的時候，所以這裡頭提到一個叫做加薩的這個種族滅絕，說在猶太人他們現在不是戰爭或保衛自己，他們其實還是有一套思考，就如同剛剛我們在看這個題目當中是思考，明明現在不是跟伊朗在打嗎？他為什麼還要打黎巴嫩？你明明被炸得死去活來，你在黎巴嫩為什麼要擴張你占領領土？一如先前在加薩的狀況，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在看黎巴嫩這個地方，以色列的所有的動作，殺平民、占領土地，其實要回到早先在去年我們看加薩的這個所謂種族滅絕。我想，其實我們要特別了解一件事：中東戰爭不是以色列只保護自己，看伊朗有核彈攻擊你，自由之中，特別是納坦雅胡他所訴求就是猶太的末日論。猶太末日論雖然是一個宗教情懷的東西，可是訴諸於對於猶太人或以色列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們將不斷的擴張土地，為他們自己的流亡跟最後的這個所謂末日是這樣，不是末日世界，是猶太人的末日什麼呢？就是說最後彌賽亞會出現，但是猶太人要自己將武力不斷的擴張，死傷也沒有關係，但到最後末日那一天，因為上帝眷顧猶太人，所以呢，他們會結束他們幾千年的流亡，他們會建立聖殿，然後他們也會獲得神聖的秩序。也就是說，現在以色列在打了半天，他們要朝向那個追求的結果，是他們最後的終極結果。這個末日不是我們覺得那個世界毀滅的末日，是世界都毀滅了，但是猶太人完好如初，而且恢復到神聖的子民的狀態。所以這個思路對於他們現在繼續的擴張、繼續殺其他平民，核心在此。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